我们这个家里的孩子，总是觉得我这个长辈怎么搞的，不愿意好好看病呢？讲不听呢，都没听啦。来，灯辉你分享一下。对，只有他这个不是生母啦。这细节抛下来的，就恁最好上歹处理。对啊，伊敢若高这天的啊，讲袂听。无啦，较早敢若低嘞，看今麦敢若高嘞。现在瘦下来了，所以比较像高。以前好胖哎，他的身体有改变，他内心一样邪恶。哎呦，就是心皮囊中。以前讲袂听，就是他只要生病，他就跟你说啊，黑无问题。林州嘛有秘方。又来了。他超多秘方的。秘方我很怕哎。那些秘方除了他用自己，他也会用到家人身上。啊，像那个皇太后小时候便秘，一个人把那大骨汤。空的套在盐牛奶来对，不够恶心呢，然后就让我女儿去喝她的大骨汤牛奶。好恶哦，好不？五号有啊，因为吃坏了嘛。对，老晒啊，都嘛有好诶。一定是五号咩？还有我有一届我就骑奥德拜嘛，一届无说你拔倒，屁股这边黑青了。他就说：“哎，这个不用看医生，我有秘方这样子。给2000，他拿蛋清哦，然后跟冥纸、金爪，然后用那个鸡蛋的蛋白贴那个冥纸，然后让那个冥纸吸了鸡蛋白之后，真的贴在我的敷在淤血。真的阿嬷以前也是这样啊，好恐怖。这老一辈真的有这些啦。他也荼毒到你们家去，怎么了？因为有一次，来，我很努力忍住不要讲。有一次他喉咙不舒服，没有声音，骑马说：我跟你讲。”这款个给落，你明仔载有如黄莺出谷我差点没吓死。那瓶肉桂高粱，高粱套外千年肉桂，其他的千年肉桂，你那千年肉桂听起来就不对劲呐。我可以不要吗？郑医师，我闻半口就差一点往生的呀！快点，我们这里已经有味道了。好，很好，这感觉可以整人游戏专属啊。那个起码你这是尿疗法哟。我要求就香妹啦，不行，你他妈的怀孕，你喝的有香，高粱是很香啦。我当时事情是很严重，因为我身为主持人，没有感冒的状况。有一天醒来，我美苏小美人鱼，我声音不见了。对，然后是没有感冒，没有咳嗽，没有那声音的话没有，想要飞也飞不了。对，完全没有声音，然后看任何医生都跟我说，你放轻松就会有声音。我想说到底是怎样，就起码就拿这罐给我。那你们想知道有没有效吗？对。我也想知道有没有效。你是对豆蚵的啦，起码你也对豆。肉桂高粱，这是我那周传的哎。周传秘方，你知道周传雄。对你咳嗽、喉咙不舒服、痒的时候，你就倒一小杯。我会去看医生。肉桂啊。下次有这种问题哦，直接找医生就好了。Sandy， 我们有办法直接开嗓的啦。真的吗？对，有些连针灸可能都还比较快速。我懂了啦，你一定要找郑医师，好吧？他那边是工厂，你这只是批发而已。对，我们上游的那个货很多，很好歹也印个标签什么的，看那一罐要用吃的、用打的都污啦，自己酿的啊，自己泡的啦。那我问一下啦，他是这个颈椎这边有压迫。就他一直用秘方不开啊，如果一直不开，会不会就走了？会不会？你说不开刀？对，颈椎确定有压迫吗？他有的5、6、7节，到底要不要开刀？到后来哈，我们基本上都说这样子啦。这个麻的东西，它的颈椎的确是压迫了啊。通常压迫就2种，一种就是那个我们的这脊椎，就是椎间盘突出啦，颈椎也会。另外一个就是骨气啦，就是你旁边的那个关节炎。然后就是 Hermes， 就旁边的这些骨头的发炎，长期下来也可能会造成那个神经根去压到，就压那麻，痛起来很想上吊嘞。对，可能会舒服一点，因为就长期压到。难怪很多长辈会去公园拉那个用那个单杠勾自己脖子。真的哎，对，就是保守治疗的方法之一。我们说吊脖子啊，但是如果你坚持不开刀会怎样？如果说长期不开刀，它的确有可能会压迫越来越严重的话，如果影响到其他的部分，你的手有时候会麻到连拿筷子、连翻书都没办法做事。哇，恭喜仔！那个时候你开不开刀？
对不对？你等于是我还是不开，直到有一天我去洗头，那个洗头的时候。哎，你乖乖，你手会传哦，我的天啊！讲他哥哥也这样，我说真的哦，他到底现在有没有开刀？都没开刀，他怎么了？我哥哥痛到后来上吊自杀了。他说我不开刀，最后会痛死，痛到动不了。你明知道这样，你还不开刀？对啊，为什么不好好看医生？很多人都说颈部很危险，开不好的是有那个明星啊咧坐轮椅啊。对。其实这种手术的风险没有这么高啦。他可以忍就忍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就是我觉得他身体这样子，长辈一定要做那个身体健康检查。健检。我叫他去检查，他都不要去哦。后来一问之下，他觉得那个健检很贵，一共唔知下都无代志，知下转代志。那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帮他付。我帮他付之后，他马上就去了。是钱的代志啦，钱的问题啦，代志啦。我刚才有去，伊无去，伊就死啊。干嘛啦？你讲，伊检查一坑就大坑。我检查起来就是我的食道跟胃，我的食道破一个洞，其实很大。他叫我赶快去转诊大医院。所以他是写说，这照片里面银色的地方就是破洞，不是破洞，食道现在有装铁钉，对，哎呦，铁钉啊，是对，像夹子类的东西。我以为他是这样补起来，他说不是这样补没有漏，他就进去食道这边肚子开7个洞，7、8个洞。那个医生说，这个如果再晚一点来，有可能会挂掉。早知道就不要看，我就。而且他没有征兆，他只是会有胃酸而已，我都当胃病医。我们健康检查啊，就像车子买来拨用啊，也要1年要去检查一次，会这样子叫你去检查的子女，拢是友好的啦。虽然不是亲生的哈，但是闽南语讲一句话啦，对不对？生坑一边啦，因为较大天啦，安尼啦。我拢摕伊的钱，给阮囝呢。是吗？太诚实了。给亲生的，我错了吗？我没有错。没错。对。我齐妈真的很猛哎。那怎么办？她还连睡觉也有问题，是不是？对。她会一直打呼，然后我叫她去看医生，她也不看。后来我女儿一直学老虎叫，我想说怎么奇怪，怎么跟阿嬷睡到她会这样？我就说奇怪，想那囡仔那。阿嬷在传那，以为是虎牙。我想说他属虎的，所以可能是跟老虎有关系，有上辈子是老虎。对。后来才知道晚上阿嬷都会这样，然后我女儿就在旁边，然后那个洪天磊从我女儿到我儿子到现在的阿宝，3个都学老虎叫，他都不看哦，直到有一天他好像是我看到阿宝半夜起来很生气，一直捶背。捶墙哦！我说阿嬷你太吵了，这么严重啊？对，爷就喊没啊，你有那个嘴巴那个睡眠贴纸贴起来啊？2条路，一条路就是买呼吸器，一条路就是开刀。对。我选买呼吸器，又花了他5万多块。就是睡觉的飞行员那种的。他等于稳定供氧，让他不会需要这么大。还花了很多钱用那个。可是我戴一戴又觉得不舒服。不舒服啦。喉咙会痛。我每天晚上他戴那个，我都觉得他在加护病房。真的是这样。又不是在插管的。那个的确没有很舒服。其实我们会碰到这种打呼的，或者我们在讲的所谓的呼吸中止症，那它主要是要先分它是哪一种型的啦。有一种叫做阻塞型，有一种叫中枢型啊。阻塞型就是我们说什么鼻中隔弯曲啦、扁条线比较肥大啦等等。构造问题，绝大部分90%都是这款的啦。那如果说你说那种贴片把嘴巴关起来，呼吸好像就我看不声，这种大概都是阻塞型的。那中枢型是说，对那个脊椎真的有受伤的，那这种它比较危险，它真的有可能停，它就停止呼吸，真的有可能真的就睡一睡就开心的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。我后来睡到他自己弄没喘过，呼不过来这样才警觉说真的要去看医生的啦。你为什么不就直接走就好了？你不能这样子问他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。
他们两个，他可以自己决定。他们两个哈，玩笑开得越大，代表他们的交情非常好，关系越好，人的是安内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相处起来就跟朋友一样，对，真的很好。有时候对醒过来，哎，起码睡在旁边，他还什么东西啦？那是岳母这样子睡啊？什么剧情？他现在这个是我老婆的婚戒，我是娶她，是他戴我老婆的婚戒干。今年母亲节，他们夫妻说不要给我钱，我说为什么？我说因为他最近换房子。挖厝啦！啊，讲啊无钱，等我孝收你这久啊，你借我过。这块婚戒，丈母娘戴我老婆的戒指，到底在干嘛？超诡异的，你是我某哟，你是我某哟。你某老母啊？哎呦，这大了啦！哎呦，一克拉那个情感面比较重要啦。啊，有病还是要看医生，好不好？好，妈妈的情。